在最高层执政人物上台后的头几年，他曾多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。这一看似简单朴素的话语，实则凝聚着权力机构对房地产泡沫的忧虑与决心。然而就在最近，中国一线城市接连解禁楼市限购令，北京和天津也加入了这一阵营。这是否意味着房住不炒方针彻底破产？中国楼市是否正陷入无解的困境？按照权力机构的设想，房地产是一个城市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支柱。然而，一旦失控，就会沦为楼市泡沫，给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冲击。为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，2016年开始，一线城市率先出台了购房限购令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，开发商资金链危机，房地产投资大幅猥亵，房价在部分城市已现下跌态势。为了防止楼市进一步下滑，一些城市不得不打开限购的大门，以其重拳提振购房需求。北京的做法引发了关注。许多人认为，权力机构难能可贵地顶住了多年的压力，才没有放松防范房地产泡沫决心的大坝。北京尽管只是在5环外放宽了部分购房限制，但也被解读为正在用审慎试探的方式，小心翼翼地改变现有的调控策略。然而，热钱是把双刃剑，如果过度放松购房政策，投机热潮可能卷土重来，加剧市场的波动；但如果限制过严，则可能加剧楼市冷清，企业破产潮油然而生，银行不良贷款风险遍地开花。正是基于这种无奈，中国不得不对楼市进行有限度的纾困。继北京之后，天津更是给予本地居民购买大户型的特权，不再核验购房资格。可见权力机构正在寻求一种平衡，既要为开发商纾困，又要避免引发房价暴涨。问题在于，这种走钢丝般的平衡并没有根本上解决中国楼市潜在的痼疾。只要房价不下跌，就很容易诱发投机，一旦大幅下行，银行和地方财政收入却又会受到重创。权力机构陷入了一种捉襟见肘的绝境。最高层执政人物提出房住不炒的核心理念是严厉打击投机炒房，遏制房价过快上涨，维护广大民众的住房公平权。然而，在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下，这一理念似乎渐行渐远。除了北京和天津外，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杭州、西安和海南等多个重点城市都不同程度地放宽了限购令。这无异于向全社会释放一个信号，官方正在鼓励民众买房，希望能通过增加购房需求来提振整个房地产行业。原本作为抑制购房投机的保护伞，限购令如今却成了权力机构遏制房价下跌的一张王牌。对于企业和地方政府来说，高房价固然是一个负担，但比起房价暴跌带来的连锁反应，他们显然更愿意接受前者。从短期看，放开限购或可以刺激购房需求，缓解开发商的困境。然而从长期来看，不啻是自毁长城，粉碎了多年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理念基石。究其根源，中国楼市困局的根子在于存量房地产库存过剩。光是烂尾楼就高达2000万户之众，价值数万亿元人民币。在房住不炒口号的指引下，中国在过去数年对开发商紧箍咒，导致这些库存无法正常消化。此消彼长，库存压力最终反过来反噬开发商，上下游企业债务缠身，资金链断裂。这不啻是给中国金融系统拉响了警报。面对如此困境，权力机构难有良策，只能先救火再说。解禁限购虽有助于缓解燃眉之急，但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症结。专家呼吁，中国政府应该尽快推出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政策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动挣扎、临时救火。比如，可以在相关税费及购房首付、
贷款利率等制度层面做出调整，提振购房需求。同时，加强金融监管，将同业风险隔离，避免出现链式风险传导和蔓延。还可以为开发商纾困，提供低息扶持资金，缓解其流动性危机，减少烂尾楼数量。同时，政府可直接收购部分存量房产，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，以此疏导库存压力。此外，中央政府应抓紧出台全面性的房地产新政，厘清土地供应、房价指导、购房信贷等方面的具体措施，尤其是对投资投机性购房要从严管控，恪守房住不炒的初衷。上述建议不无道理，然而现实却是中国经济正处在至暗时刻，放开限购或许只是一个先于探路的尝试。如果楼市形势无法好转，恐怕更激烈的大手术将不可避免。专家指出，当前中国房地产业的困境，归根结底由一个根本矛盾导致的，那就是供给压力远远大于需求。这不仅源于中国人口红利消减，更与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盲目扩张有关。不过如今，无论怎么做都于事无补。在库存压力面前，权力机构只有采取暂时性权宜之策，无法下定决心进行从根本上的体制性变革。因此，中国楼市陷入了无解之困，权力机构不得不选择自毁长城，即便代价是让宝贵的房住不炒之术已失魂落魄。权力机构不得不将房住不炒的理念抛之脑后，选择自毁长城的做法，无疑是一种权宜之计，暴露出他们对楼市困境已陷入无解的窘境。从表面上看，解禁限购确实给购房者带来了些许利好，比如北京的单身户和外来务工人员终于能够在五环外购房，天津本地居民也获准购买大户型房产，无需再核查购房资格。然而，这些利好在业内人士看来，远远不足以扭转房地产市场的颓势。毕竟，普通民众的购房热情，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对未来房价走势的预期。房地产行业分析人士表示，中国当下的房地产困境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。除了大量烂尾楼和存量房源无法消化外，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购房需求的枯竭。人口红利消失，家庭购房能力下降，年轻人对房地产的投资热情降温等多重因素，都在逐步掣肘房地产行业的发展。因此，单单放开购房限制显然是治标不治本。这种做法充其量只是引导了部分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，并非培育了真正的购房需求。更有分析指出，放开限购或将引发市场对房价下跌的恐慌心理，进而加剧市场的冷清。事实上，早在去年下半年，中国一些3、4线城市的房价就已暴跌30%至50%。如今，这股寒潮正在向1线城市蔓延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23年以来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核心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平均已下跌15%以上。面对房价的持续下行压力，不少专家和业内人士对权力机构是否已将房住不炒理念抛诸脑后，重拾为刺激经济而鼓吹房地产投机的老路表示质疑。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向松作就直言不讳地表示，房价未来还将继续下跌。他分析称，投资需求下降、刚需购房无力支撑以及追高杀低的炒房心理，都将加剧房价的下行压力。更有自媒体人士就戏谑地说，如果权力机构一再出台新政策来鼓励民众买房，那么民众就会更加恐慌，担心房价进一步暴跌，资产贬值。这种死循环正是中国房地产行业所面临的困境。理论上，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在确保民生的前提下，遏制房地产过度投机，推动房地产回归其正常功能。唯一的问题是，在经济疲软的大环境下，
权力机构是否有决心和勇气割舍那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，回归房住不炒的初衷，是继续权宜施策、姑息养奸，还是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问题？已进入濒危状态的中国房地产业正亟待一剂猛药，挽救它摆脱困境，也将考验权力机构的智慧和勇气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他们如何抉择，将直接决定中国楼市的未来走向。